给你新资讯，给你新视角，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。哇！各位帝皇子民、混沌异端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这不仅仅是战吼，这是绿色浪潮回归的声音。就在今天凌晨 ，IGN 终于释出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战锤 40K 破晓之战士兽人阵营的完整实机预告。老实说，看完这支影片，我只有一个感想：开发组这次似乎真的抓到了兽人的精髓，嘈杂、混乱、不讲理，但又充满了致命的机械美感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和各位朋友们一起逐帧分析这4分钟预告的演示内容。我们会聊聊那些熟悉的单位如何进化，以及2位截然不同的战争头目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战术分歧，以及最让我惊讶的，兽人这是在基地建设上的特殊机制。如果想看到更多关于战锤 40K 以及破晓之战士的情报，我会随时锁定最新资讯做影片来介绍。请各位朋友们现在就去用力的按下订阅频道按钮，日后才不会错过哦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首先，影片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，兽人不仅仅是打仗，他们活在战争之中。这在破晓之战士中体现在视觉和听觉的设计上。大家可以注意到，兽人的军队不再只是单调的绿色方块，他们冲锋时那种互相推挤、挥舞破铜烂铁的动作模组做得非常细致。让我们从基础单位说起，小子 Boys 依然是军队的中坚力量。影片提到他们以数量优势粉碎一切。战士的本作中，兽人的人口上限或者单位造价可能会有显著优势。战术上，这依然是典型的人海战术，用血肉之躯去换取对手的弹药。接下来是风暴小子 Storm Boys， 他们的特写非常帅气。这群背火箭背包的疯子，主要职责是制造混乱。注意看影片中他们落地的瞬间，似乎带有击飞或震慑效果，这对于打破敌人的防线、切后排的远程单位将至关重要。再来是火力输出，射击小子 Shooters 被描述为能制造噪音墙 Wall of Noise， 这很有趣，因为兽人的射击准度在设定中一直很烂，但在游戏里，他们依靠的是弹幕压制。我推测游戏中可能会引入某种和英雄联类似的压制 Suppression 机制，让射击小子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，敌人的移动或射击效率会下降。而精英远程单位闪亮强到 Flash Gates， 则是炫耀的代名词。看看他们手上那些改装过度的枪械，影片中提到他们拥有荒谬的火力，这通常代表着高穿甲或者高爆发伤害，专门用来对付重装步兵或轻型载具。如果说步兵是基础，那载具就是兽人的灵魂。这次预告片展示了2个极端的方向：生物野兽与废铁机甲。首先是史奎格野猪骑士 Squire Riders， 这是近年来战锤桌面上非常受欢迎的单位，现在终于高画质进入游戏了。他们的速度极快，而且是用来冲撞的，这填补了兽人过去在机动性上的某些缺点。与风暴小子的垂直机动不同，史奎格骑士提供的是地面的冲击力，专门用来撕裂阵线。最重要的是史奎格好可爱，真想养一头。再来是重头戏，死亡无畏 Death Threads， 这东西就是行走的噩梦，4只机械臂在那边挥舞。影片说他们是为了踩踏和粉碎而生，这暗示了他们在近战中的统治力。还有那个巨大的镐哥金刚 Gorkanaut， 它是长腿的堡垒，这类超重型单位通常是游戏后期的决胜关键。它身上装满了枪炮，同时又能近战。注意它的体积，它不仅仅是个单位，更像是一个移动的火力据点。现在来到大家最关心的部分，也就是英雄。本作似乎采用了类似2代或3代的指挥官选择系统，这会直接决定你的科技树或战术风格。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戈古兹 Gorguts， 没错，这家伙又回来了。他这次代表的是2月氏族 Bad Moons。2月的特点就是有钱，装备好。戈古兹在影片中展示了他的定制大枪 Custom Shooter。选择戈古兹，你的战术风格会倾向于远程火力。它不仅仅是个肉盾，更是一个移动的军火库，可能会给周围的射击单位提供强大的 buff。第2位是新面孔 Good Scooter， 战役格斯卡塔婚内障砍杀者。他来自水咬氏族 Snake Bites。水咬氏族讨厌高科技，崇尚原始的野性，所以你看格斯卡塔是骑着一只巨大的史奎格巨兽 Colossal Squig 进场的，这与戈古兹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选择格斯卡塔，你的战术核心就是肌肉与冲锋，这可能会解锁更多强力的近战野兽单位，或者强化部队的移动速度和抗击打能力。2个军阀，一个真理。这句台词暗示了玩家在单人战役或多人对战前，必须在科技火力与原始野性之间做出选择。最后我们来聊聊机制。影片中提到一个关键词，哇的力量。这不仅仅是口号，
影片描述它为一种席卷战场的战斗狂热，在游戏机制上，这通常表现为一个能量条，随着战斗积累，一旦启动，全军可能会获得攻速、移速或减伤的加成。这是兽人翻盘会一波流带走对手的关键时刻。另一个让我眼睛一亮的是基地建设，影片明确指出，兽人的建筑是游戏中最便宜的，这代表兽人的经济扩张速度会比星际战士或死灵族更快。但最狂的是这句，每个棚屋都有装备1-2把枪或3把，这实在太兽人了。这或许表示你不需要专门造防御塔，你的兵营、你的资源点本身就是防御塔。这鼓励兽人玩家采取疯狂建商流的打法，把基地盖得到处都是，因为每个建筑都能帮忙射击，这对于防止对手骚扰有极大的帮助。总结一下，这次破晓之战士的兽人阵营看起来回归了系列的初心，同时融合了现代即时战略游戏的快节奏设计。无论是月氏族的华丽火力，还是石咬氏族的野蛮冲撞，都让人热血沸腾。特别是那个建筑自带武装的设计，我觉得会彻底改变多人对战的节奏。你们怎么看这次的兽人设计？你们是会选择割骨质的枪炮，还是格斯卡塔的野兽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战术构想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我有制作更多关于战锤 40K 破晓之战士的访谈介绍影片，请直接点击荧幕上的连结前往观看，以免错过更多细节。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之后将登场的星际战士或死灵族的阵营解析，以及最新的破晓之战士情报。我们下次见。